大家好，我是 Anthon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关于教育的节目，我们已经发了5期了。那今天这期视频，我们先把教育这个话题放一放，来聊一个许多朋友都关心的问题，就是人为什么要坚持自己的个性。在开始前，想再说一下，如果你需要视频的文字稿，可以加入我频道的基础会员。如果你有任何话题需要想找我探讨和咨询，也可以联系我的邮箱。继续说回我们的主题。前几天，一位网友向我分享了他的困惑。他在北美的一家动画公司上班，工作内容是自己喜欢的，同事们也都非常友善。同时，他有很多的闲暇，可以去探索自己的绘画和设计风格，追求其他的爱好。虽然收入没有那么高，但他对自己的状态也挺满意。不过有时他也会怀疑自己是否缺少了某种紧迫感，过于悠闲了。因为身边时不时会有人会说，这份工作的收入毕竟不高，应该趁着年轻的时候去做那些高收入的工作，等赚够了钱，到了中年再好好享乐。还有人说，年轻就是要奋斗，要为未来可能的风险和危机去做准备，应该将时间全部投入在专业技能上。还有人认为，他利用闲暇时间所坚持的那些爱好，目前并不能变现，至少要等待比较长的一段时间。为什么不去做一些马上就会有回报的事情呢？但对他来说，追求高收入的工作，在当下意味着要暂时放弃自己的风格，选择去模仿、复制最流行的，但也是机械、趋同的，甚至是有些媚俗的风格。我想，这确实是一个很常见的两难选择，就是个体在缺乏短期的、可视化的回报和反馈的情况下，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保持开放性，坚持自己的探索。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两难选择，指的是一个人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想探索的方向、自己的偏好和价值观，只是这种自我探索暂时不能带来太多的回报和承认，还要面临着周围人的评判和不理解，但当事人能清楚地意识到，这是一个自我与环境的冲突。而如果一个人没有明确的偏好，并不清楚自己喜欢什么、想要什么，那么他们的问题在于怎样找到自己的兴趣和价值观。这种困境并不属于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两难选择。在最理想的情况下，一个人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又可以符合他人的期待，还能获得世俗的回报和承认。比如我们在之前的这期视频里就提到了，从长期来看，自由学习所产生的价值和回报是要远大于以短期利益为导向的学习的。然而，在自由学习积累出足够的现实能力之前，人必定会经历一个孤独和自我怀疑的阶段，因为它暂时很难带来明确的产出和社会公认的成果。在周围人看来，这些探索就属于浪费时间的、无意义的。在中国，类似的两难选择还有为了家人的期待或者现实的压力，去和某个自己并不那么喜欢的人谈恋爱、结婚。比如父母会说，这个男生的工作稳定，收入高，人看起来也很踏实，学历也不错，按照中国的相亲规则，算是条件很好的了，是配得上咱们家的。然而，当事人却有着自己明确的判断，比如他可能认为这个对象缺乏鲜明的个性和主见，在父母面前太听话。再比如，他认为这个对象虽然学历看起来很高，但缺乏稳定的价值观和成熟的见解，是没什么思想的。在当事人看来，这些不可量化的内在特质比什么工作好、收入高这些可量化的外部条件要重要。然而，坚持自己的判断，不可避免地会遭遇周围人的不理解。比如，当事人虽然一次次向父母解释自己的真实想法，但父母总是会说，你再挑剔下去，过几年就嫁不出去了。亲戚们也会说，女人嫁得好比自己干得好更重要。在这些声音的包围下，当事人想到自己有时候也确实感到孤独，而这种孤独感似乎的确是自己的问题，甚至觉得这是周围环境对自己太有个性的一种惩罚。那么这些负面感受都属于个体为了坚持自我所付出的额外成本。那说到这里，有人会说， Anthony， 你讲的坚持个性啊，追求自我虽然很美好，但是它听起来太理想主义，太鸡汤了，人总是要面临现实的压力的。那这里我也想暂时跑个题，说说我对理想主义的理解。首先，不同的人对这个概念的理解是千差万别的。
在许多人看来，理想主义是一种听起来很美好，但却是不食人间烟火的、非现实的东西。很多人的自由理想是纯粹抽象的，也是非常脆弱的。他们会觉得自己的理想正因为是不现实的，才衬托出理想本身的光辉和神圣。因此，很多人只是单纯地用自己抽象的道德理想去批判现实，指出现实世界是多么虚假，人与人的算计、金钱、权力这些东西都是多么丑恶，做出这个判断就结束了，然后保持清高，看破红尘。他们坚持理想和现实是绝对割裂的，不可调和的。他不能去深入各种微观的细节。但我所理解的理想主义不是这样的。我个人并不喜欢那种对自由和理想的煽情化和愤世嫉俗的表述。在我看来，虽然和直接的现实有差别，然而真正有生命力的理想必然是会成为现实的，而不会仅仅停留在抽象的价值观和天真的状态之中。也就是说，理想和现实最终应该是统一的。正如黑格尔的那句名言所说，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这句话的意思可以理解为，凡是合乎理性的，都必将在现实中实现自身。这意味着，我们不应该预设了理想和现实的冲突是绝对的，而需要学会用精神的眼光去看待现实，正视现实，也就是要有这样一种见识和眼光，去看出来大多数人所理解的现实，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现实。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里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精神只有在绝对的支离破碎中把持住其自身时，才赢得它的真理。精神之所以是这样的力量，不是因为它作为肯定的东西，对否定的东西根本不加理睬，就像我们对某种否定的东西说这是虚无的或虚假的，就算了事，而随即转身踏向那样。相反，精神之所以是这种力量，仅仅是因为它敢于面对面的正视否定的东西，并停留在那里。这种停留就是把否定的东西颠转为存在的一种魔力。我非常欣赏这句话。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精神就是要有一种自信，敢于面对面的正视现实，去深入到各种现实的细节中来肯定自己。精神自我实现的过程，并不是无中生有，从虚空中创造出自己，而更类似于做一道证明题，证明出现实世界本来就是这样的，是现实世界实现了本就预先存在的目的。举个例子，前者的那种抽象和天真的理想主义，类似于中国古人所设想的上古时期的那种天下为公、人人无私奉献的理想。比如杜甫的理想是治君尧舜上，在使风俗淳，他很向往尧舜时代那种人人都很淳朴、天真的状态。白居易面对当时官员的横征暴敛，也只能寄希望于恢复贞观初年，有唐太宗那样明察秋毫的皇帝来整顿吏治。这些理想都是完全抽象的，没有考虑到人性的自私和复杂性，只能依靠道德教化或者个体的觉悟。而真正的理想主义则能够充分容纳和理解人的复杂性，比如自私等等，并且提出具体的实现路径，因而更具有现实的生命力。比如康德提出的永久和平论，就是探讨在国与国之间如何能实现和平。在康德生活的18世纪，欧洲国家还在天天打仗，康德的永久和平论和中国古人的那种理想看起来都是遥不可及的。然而，康德所提出的避免战争的具体路径，也就是建立自由国家的联盟以及建立共和体制，在今天已经在欧盟内部实现，并且使欧盟成为世界上最和平和发达的地区之一。康德的理想恰恰是建立在人有理性和自由意志之上。人有自由意志，有理性，就会伪装自己，就有了作恶的可能性。但康德认为，即使是一群魔鬼，只要他有理性，最终都会意识到共和体制才是最能保护彼此利益的。因此，真正的理想不会仅仅停留在抽象的价值观层面，而是通过直面现实的矛盾和困境，提出更具有可操作性和解释力的方案，从而证明自己才是更真实的。比如，我们强调自由学习的好处，并不是从抽象的价值观说自由比专制更道德更好，而是寻找大量的实证研究和证据，来证明自由学习的效率的确更高。一般的人们很容易看到专制的教育方式见效很快，
这虽然是一种现实，但却是表象层面的现实，而自由学习所带来的收益，这同样是一种现实，但却是需要有一定眼光才能看出来的现实。因此，我从来不认为人的自私和功利本身是一种缺点，关心自己的利益本身是一种积极的力量，而那些被称为自私的行为，往往是违背了自身长远利益的，也就是说，短视才是真正的缺点。而就人的个性而言，我们说，很多人觉得发展自己的个性会承受巨大的损失，而选择放弃个性就会立马获得很多收益。这看起来是一种现实，但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错觉，因为人们很容易看到坚持自我所带来的有形的损失，但很难看到由于放弃自我探索所造成的无形损失。因为这种无形的损失是需要仔细观察和思考才能发现的。比如，一个人并不喜欢编程，而更喜欢人文社科，但他就是觉得程序员的收入更高，更容易找工作，他会直接把这两类工作收入的差值视为他选择编程工作的收益，但这种计算方法本就是错误的。这里我们就要讲到机会成本 （opportunity cost）。机会成本是一个经济学概念，指的是当我们在 A 和 B 两个方案中选择了 A 方案时，不应仅仅考虑 A 方案可以给我们带来多少收益，还应该考虑没有选择 B 方案所失去的潜在收益，也可以说是潜在的损失。假如一个人要种植某种作物，而他所拥有的资本只能让他在种玉米和种大豆之间选择一个，那么若他选择种玉米，就意味着他放弃了种大豆所能够带来的收益。比如，他将1万元投资到种玉米上，获得了 1.2 万元的收益，可他如果选择种大豆，就能获得 1.5 万元的收益，这中间的3000元差价，就是这个人选择种玉米所付出的代价。机会成本这个概念告诉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不论是选择职业，还是买房租房，任何选择都有隐性代价，我们需要关注未选择路径的潜在损失。事实上，选择一个高收入但自己并不喜欢的工作，其机会成本是比想象中高很多的。大多数人低估了自己对于个性和意义感的需求，因为这种需求是隐秘和不易觉察的，因而也是需要反思才能发现的。比如，由于长期从事压抑个性和缺乏意义感的工作，个体常常会在其他领域寻求补偿来填补内心的空虚。典型的例子就是报复性的消费，一些人无法自控地买奢侈品，甚至超过了他们的经济承受能力；一些人追求特种兵式的旅行，尽可能多地体验各种豪华酒店、餐厅以及各种网红景点，虽然自己并没有感觉很好，但为了攒够未来几个月的朋友圈，仍然选择在短时间内疯狂拍照，为的是营造一种精致的生活状态。这些行为都可以视为对日常生活中无意义感的补偿心理。同样的道理，一些人由于自己在工作中并没有获得真正个性化的承认，因而个体会更加感到孤独，进而加剧对那些短期的、表面的人际认同的依赖性，在生活态度上也会更趋同。比如，自己虽然不喜欢某些虚假的、肤浅的人际关系，但就是无法拒绝过度参与不必要的饭局、酒局，或者花费外的金钱和时间来维持没有意义的社交。再比如，不断地购买某些廉价的认同，比如给某个女主播打赏等等。由于个体未能勇敢地追求和探索自己生命的意义，因此一些人便会以某种错误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在中国比较常见的现象，就是将自己未能满足和实现的理想和愿望寄托在孩子身上，所谓望子成龙，希望子女替自己完成自己未能实现的愿望，但这对于孩子而言是可怕的。比如，某些母亲执着于把孩子塑造成神童、童星，通过让孩子抛头露面，自己在幕后操纵孩子，间接满足自己的明星梦。反过来说，当我们努力在生活中探索和自己真实的兴趣，活出自己的意志，创造性地表达我们情感和思想的潜能，虽然可能很辛苦，而且暂时没有太多的人会承认和欣赏我们。然而，由于我们的生活状态是本真的，因而一旦有人欣赏我，就意味着这种欣赏是针对我这个人本身，而不是外在的标签，那么我所感受到的链接的深度，就比我在虚假状态时获得的10倍的欣赏还要更强。
我们说，人际支持的质量要比数量更重要，只有在真实状态下收获的人际关系才是有效的。有些明星虽然在现实中拥有成千上万的粉丝，然而他清楚地意识到，粉丝喜欢他的只是他表演出来的人设，因此这种喜欢和欣赏不仅对一个人的人格成长没有多少支持作用，甚至还是一种枷锁和束缚。而一个真诚的、有深度的欣赏，比网络上10000个肤浅的点赞、关注和夸赞都要更能带给人幸福感和愉悦感。这可以说是坚持自我探索的人所能享受的隐形收益。因此，我们说自我同一性是一个人最内在、最本质的需求。如果我们只能看到人的经济需求、生理需求，看不到由于无法认识自我、无法表达真实自我所带来的精神上的痛苦，就会错误地低估个性的重要性。结果，个体要么在一些隐秘的地方付出了额外的代价，要么将这种代价转移给别人。当我们考虑到这种高昂的机会成本时，就会重新看待许多中国社会习以为常的选择。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最后再说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困惑和问题想和我交流，直接联系我的邮箱就好。比如你希望和我讨论某篇文章、某段话、某个视频、某种社会现象，或者你的日记，都可以提前把相关的文本发给我，我会在正式交流之前读完。或者你希望和我讨论你的人生经历、困惑和情感，都是可以的。如果你对隐私性、安全性、付款和通讯方式有任何疑问，也请及时告诉我。如果你无法付费或无法加入会员，也请联系我，我会提供其他方式。详情请参考这张图片。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心理与教育这个列表内，同时也推荐大家去看我这个列表内的其他视频。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